来 DX9 飞天虎的 G2配色合体篇，这一套的变形结构非常好玩，包括它的合体过程。汽车大师在单体过程中使用的大枪、小枪，这个时候就用不到了，而他还单独带了一把合体的大宝剑。 这个尺寸也是非常夸张的，另外还带了一个这样的，你说苍蝇也好，蜜蜂也好，无所谓了啊，倒是在动画片里边确实有登场过这么一个昆虫，也是这一回变成了它的大枪。我们把这些腿都叠起来，武器可以单独的变形，其实也是这一款的一个大玩点之一了。把这些地方都对折起来。 然后顺着根部这里双段关节把它拉长，翅膀回归，前方的炮口转到这一侧来，旋转180度放下去，再把这些虫腿放在这里，扣子露出来，前后进行夹合，最后虫嘴拉下来，那这样就变成了飞天虎组合形态的一把大枪。然后每一个单体成员我们需要小调整一下。 这个下方的桩子扣起来就好了，这个把下方的板儿立起来好了，这个麻烦了一点点啊，拆开引擎，叠下去，旋转180度，藏起来，然后打开这个扣子，打开这两处连接的扣子，腰部整个的一个滑槽把它拖出，上方这里。 再变形回去，这两同样打开下方这里连接的扣点，整体拖出，然后顺着这个地方的滑槽把它分下上。汽车大师车头的位置打开这里的挂扣，整个车厢拖出。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个转一圈，烟囱缩短，然后拆开下方这里连接的扣子。 这里填好，顺着这里边整个的把车头装进箱子里，再放进去收纳的时候，倒车镜的边缘是插扣，跟这一处的横的孔进行固定，它在里边就不会乱摆了。好，夹住上边的盖子，再翻回来，下边这里直接一个 Z 字折叠提上去，轮子夹好。 放在这儿，车厢比较巨大一点的来。首先下方这里对折双关节，把这片立上来；上方这里打开顶盖，再翻下来这一片结合，腿部包出来一个花纹的操作。整个把车厢旋转一圈翻下来。大脚的处理，先把这一节90度提上来，接着顺着这个地方旋转180度，把这一块闭合。 外侧的这一圈旋转翻正，把两个大脚拼好，接着打开裙甲锁扣的位置，前裙甲撩起来，后裙甲左右展开，再从第二段的关节这里往内折，折成侧裙甲，也就是说，相当于把这一侧提上去了一档。两条腿中间的扣子我们就可以掰开了，大脚板、齿轮关节先把它放下来。 再把这个脚尖儿立起来，从里边顶一下，拉起来这个银色的条，整个把这一条腿拉长，再反锁，把它固定住。另一条腿拉起来，抽长，往下锁定。现在可以看到这一侧是腿的正面，我们旋转一下。哇，这个齿轮关节还是很硬的。 脚踝再扭正，然后现在需要做的，把大胯劈宽，胯关节拧下来。大腿这里现在偏细，我们有一个加宽的地方，旋转一下背后的这个钥匙，就可以自动的把它弹出去，里边是有弹簧的。继续往上走，侧面这里的盖子，双边的扣子卸开，打开之后，整个一个 Z 字折叠往前提。 插住以后，侧面这里翻开一个小板，扣上来，用这一边锁一下，整体都抬高，打开后边的盖子，对折，侧面这里的这两条提起来，扣子
对折，然后有一个大力的操作，前方的这一节稍微翘起来这个扣点，把这个根部的卡孔脱开，然后往外抽拉。另一边也是从这个角度看，往上提一下，打开这个地方的卡孔，再往外抽拉。现在这两块我们先折腾到后方，两条胳膊就可以左右打开。然后现在我们的操作，把汽车大师掏出来，刚才编的这个方块装到肚子里去，上方的这一圈盖板我们就可以先压下来。整条展开的胳膊，后轮打开插扣，往下锁定，然后整个再往过翻，这里再进行锁定，插住。另外一边再看，打开轮子，下翻锁定，这里再翻过来，把所有的扣子插上来。处理胳膊，黑色的方块立下来，旋转180度，再贴上去。这个时候，此处出现了两个孔，把后边的这个肩胛放下来，对应这两个孔锁住，肩膀就可以继续往外翻，然后顺着这里打开扣子，双关节撸平，大拳头顺着里边拽出来。另外一边再看一次，黑色零件旋转下来，翻180度往上提，肩膀放下来，我们把它夹上，胳膊拆开扣子，双关节打下来，大拳头翻出，最后头雕扭正，肩胛打开，两块胸板放平。先掏出这边的上半个，顺着里边的滑槽嵌进去，往下一滑，就很方便的搞定了。小臂上直接两个扣子往上一插，后边这里的 T 字滑槽扣进去，抢劫这条胳膊也是滑槽嵌入，这边3项滑槽插进去，压合。这一侧的腿部翻起来，里边2层的板子，然后顺这个扣点把打击挂上去。另外一条腿同样需要翻开这个地方的2段关节，然后把这个片儿顺着这里边插进去，往上再锁定。相对来说啊，对于一款50公分的合体金刚，这一套的把玩还是比较轻松的，并变形结构放在那里嘛，它的零件利用率会很高，所以呢，变形的过程并不复杂。但厚实的板件也是有一定分量的，整个完成的效果，人形这个身材比例取的还是非常帅的。说是合体的过程，其实很简单，就像垒积木一样，汽车大师装在身体里边，这俩小车上下分瓣往上一靠，这2个小车往腿肚子上一贴就搞定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只有飞天虎可以这么做，而且就他这么做是完全没毛病的。2辆小车贴在了小腿肚子的部分，这个是符合记忆动画片里边的一个造型设定，而背后这里填的满满当当，也不会出现任何的偷焦空洞，并且整体身形这一块的形状修得非常好，掐出来的这个腰身曲线，再加上胳膊、肩膀这些位置稳定的齿轮关节，支撑性也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但问题是这一次的 G2 配色取消掉了眼灯。原先的 G1 配色版本里边是有一个发光机构的 ，G2 这回整个的给你挖掉了，所以它的眼睛是不会发光的。所以整体来评价一下 ，DX9 当年的这一套模具设计啊，其实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，简约的零件、高效的变形，就让它的成本比同期的其他竞品要降低了很多。所以整套下来的价格，在当时的3套飞天虎里边，它的价格是最便宜的。但要说是还原度来说，可能 DX9 的这一套并不如其他的2家，但变形的过程是确实非常好玩的。而且这套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不会忘记它的变形过程，就算放在那里展示了很长时间，翻回来再上手拿起来的时候，依旧很享受它的转换逻辑。而最终合体的完成效果其实也不算太差。毕竟是当年已经兼修了这种美术风格，原始的飞天虎在动画片里边可丑了，现在能修成这个样子的帅气程度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了。所以如今 G2 配色的这一套颜色更加的鲜艳，价格方面也自然比原先的版本更加的便宜，所以这一套性价比相当的不错。那么得嘞，终于合体完成，完结撒花。